很多人走到某个阶段以后，都会开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累。东西越来越多，事情越来越多，消息越来越多，可心里的轻松感却越来越少。手机里堆满了信息，房间里堆满了物品，日程表里塞满了安排，甚至脑子里也总像同时开着很多窗口。看起来一直是在往前走，却总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。有时候并不是生活真的重到让你承受不了，而是装进生命里的东西已经太满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很多人读到这句话时会想到安慰，但其实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很深的提醒。人本来就不适合长期背负着过重的东西生活，人的心需要空间，生活也是一样。如果一个房间堆满杂物，再美的阳光也很难照进来。如果一个人的里面长期塞满焦虑、比较、信息和压力，生命自然会越来越沉重。所以真正成熟的人，慢慢都会开始学一件事情，做减法。在路加福音里记载，主耶稣降生时说，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这是一句很短的话，却很值得细想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人不是完全失去了平安，而是里面已经被太多别的东西占满了，被急促占满，被忧虑占满，被对外界的反应占满。于是那些真正能让人安静下来的东西，反而没有空间留下。现代人的生活很容易一直处在不断增加的状态里，增加新的信息，增加新的社交，增加新的安排，也增加新的期待。可生命真正开始变轻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因为得着更多，而是终于知道什么其实不需要一直抓着。马太福音里耶稣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。这句话不只是讲忧虑，它也像是在提醒人，不要把太多还没来到的重量提前放进今天。很多人的累其实来自预先承受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心已经开始紧绷，结果还没有出现，人已经反复在脑海里演练。于是身体活在今天，心却早已跑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可真正轻省的活法，很多时候恰恰相反，就是先把心收回来，今天就认真活今天。在路加福音里，耶稣对马大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非常真实，因为现代人的问题常常不是没有选择，而是选择太多，太多信息，太多声音，太多比较。久而久之，人会慢慢失去一种简单生活的能力。于是明明已经很累了，还是停不下来；明明已经装得太满了，还是继续往里面塞。可真正有力量的人，往往懂得如何留白，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放下，也知道什么东西不需要一直抓住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
更丰盛。这里的丰盛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堆满，真正丰盛的生命很多时候反而是通透的，像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，像一棵被修剪过的树，虽然简单，却充满生命力。约翰福音里，耶稣又说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剪它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修剪这个词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人真正需要的不是继续增加，而是开始清理。整理生活，整理时间，也整理自己的心。有些东西放得太久了，其实早已不再适合继续背着。有些关系已经只剩消耗，有些信息也只是不断占据注意力。可人一旦开始清理，里面就会出现一种久违的轻松感。这种轻松并不是空荡，而是一种终于能够自由呼吸的感觉。在马太福音里，耶稣说，你们细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？百合花并不复杂，它没有堆满自己，却依然美丽。很多时候，人越接近生命本来的状态，里面就会越轻松。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，往往都不拥挤。阳光是松弛的，风是流动的，树木也是舒展的。只有长期紧绷的人，才会不断往生命力堆积东西，堆积计划，堆积情绪，堆积别人对自己的期待。可一个人真正成熟以后，会慢慢学会，有些东西不需要一直被证明，有些关系也不需要一直去维系，有些声音也完全不需要全部去回应。于是生活开始变得简单，不是失去了热情，而是终于找回了节奏，开始减少那些不断消耗自己的东西，减少无意义的信息，减少反复内耗的情绪，减少那些让心越来越紧的节奏。当里面开始空下来，人会重新感受到一种安静。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，走路的时候好好走路，陪伴人的时候，心也真正留在那里。生活开始重新有呼吸感。马太福音里，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真正轻盈的人往往也很温柔，因为他们不再急着抓住所有东西。里面有空间的人，眼神会更柔和，脚步会更从容。人与人之间也会出现一种更舒服的感觉。后来你会发现，东西少一点，心反而更宽；节奏慢一点，生活反而更清楚；留白多一点，生命更加有力量。